继续上次的大牌贵妇空瓶分享，今天的内容比上次还要多哦。没有看过的小伙伴赶紧去看上集。那么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吧。下一个品牌我们来说悦碧诗。悦碧诗给我的印象是，现在有很多成分派的达人嘛，然后作为我这么喜欢美容的人，其实我从小到现在关注过很多美妆达人，真的会有那种特别专业，然后也没有像如今这么疯狂的成为广告机的时代，我会有看到他们下面的微博跟粉丝的互动，我还蛮喜欢看那种，因为相对比较真实。然后我就看到他其实常常会有提到悦碧诗这个品牌。今天我在讲的时候呢，我纯粹就是讲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么贵这么奢华的品牌，它的感受带给你的是更加直接的。我觉得贵妇产品之所以称之为贵妇产品，它就是有美好的包装、美好的体验感以及还不错的效果，所以通常贵妇产品我都不会特别去强调它的成分，它的成分永远是一个谜，也是业内的秘密，你不可能真正知道到底起效的东西是什么，要不然别人就不会卖到这么贵的价格，并且大牌的这个研发对业内化妆品的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就看我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到其实现在很热门的这个 A 醇衍生物 HPR， 虽然并不能证明它是不是那么有效，但是这个成分原料商确实是因为雅诗兰黛而研发出来的，只是雅诗兰黛并没有买断它，所以就会造成其实很多品牌都在用。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大牌对这个护肤品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大牌有需求，市场才会改变。所以不要总是说大牌是智商税，因为好用的大牌真的是也很多。作为普通消费者而言，其实是没有成分博主那么去苛刻的看待配方这个事情的。但是我很关注的一个博主呢，他竟然就是说他更加喜欢悦碧诗，在一众大牌里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变成像如今的这种广告机，虽然现在又好很多哈，就很多博主会变成广告机，其实你从他嘴里就只是一个背书的人形机器，他不再会是一个真实告诉你感受的人了，因为那么多大牌他到底想得罪谁？所以如果你关注的早，你会在早期的这个他的微博里面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其实很多大牌呢，我都是会从眼部产品或者精华类开始尝试的，尤其像很多大牌的产品，比如说悦碧诗的这个眼霜，它竟然有25克。也就是说，虽然价位很高，但是25克的这个容量真的是不是很韩国，非常非常的性价比。没有想到有一天大牌也会拥有性价比，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贵妇有迷思，可是你又不想要花太贵的价格的话，其实这个眼霜是蛮值得入的，因为它毕竟可以用巨久，我觉得半年以上是不需要买新的眼霜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尤其你眼部的问题变多，是需要一并购入眼部精华的，但是有不少眼部精华我觉得也是智商税。它的这款其实也有不少抗皱的成分啊，但是整个这个眼部精华我是不太值得入的。虽然是成套购买的，但是它们的使用周期却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的眼部精华都是15毫升，你很快就会用完了。这个眼部精华也不是特别的水感，然后它确实有一些抗皱的成分，整体来说算是我用过的眼部精华里头，我觉得不太值得买的，就悄无声息的用完。这款眼霜的滋润度呢，我觉得就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而且它这个设计很好，它是这种按压瓶的设计，比较卫生健康，也比较取舍方便。虽然这种广口瓶的面霜它其实更加具备华丽感，我要请出我的那个苏酷的眼霜了，就是广口瓶的设计呢，它其实更加具备华丽感，但是它在这个取舍方面啊，虽然有挖勺，但是其实取舍还是会稍有不便。而这种按压的设计其实真的是既卫生又好，唯一的感觉就是它可能不会看起来那么的华丽。这种华丽我觉得应该也有心理上的层面吧。然后这款眼霜它的这个滋润度是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的，但是它的这个舒适度、水润度、沁入皮肤的这个绩效的丰盈度，我觉得都没有刚才的雅诗兰黛跟蓝莓做得好，所以我说它是一款具备性价比的贵妇眼霜啊。其实贵妇品牌是没有性价比的，只是硬要跟贵妇之间去相比的话，它有，因为大部分眼霜都是15毫升或者20毫升，而悦碧诗直接出了一个25毫升，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品牌长草的话，其实可以从这个来入门它的单品。下面来说一下精华，作为
某一个时间段特别迷恋日系护肤品的我来说，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日本是美白大国嘛，因为自从涩谷元素辣妹风开始慢慢蜕变潮流之后，日本人就是全民推崇美白的，无论是韩国也好还是我国也好，现在也全部都是以美白为主的，就是这种审美，所以我几乎全部都是用日系的美白精华，但是我就破天荒买了一支这个欧美的美白精华，其实它不算便宜，配方的这种复配呢也是很讲究的，但是这瓶精华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点透亮感，其余就不太能看得到了。首先我在想跟这个品牌的好与不好无关，是我自身的问题，因为我真的作息太差了，然后熬夜熬太凶，有段时间就是我既熬夜又减肥，所以整个气色就是差到爆，所以不要疯狂的减肥，也不要疯狂的熬夜，这个我想老生常谈了。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它还是能够有透亮的效果，所以说还是符合它这个贵妇品牌的这个本身。说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啊，它也是这个按压的设计，然后挤出来是那种胶水质地，就是涂上去会黏，就是你涂完你手按压的脸，它会有一点黏黏的。这个黏不是油腻，而是就是粘连感，这个我不大喜欢。我觉得如果说到欧美品牌的质地差，应该指的就是这种质地。其实现在很多顶级品牌欧美线的都已经质地做得非常完美了，所以已经不能再说日系主打的是它的质地，我们只能说质地是日系的最低要求，就是日系的高级品它必须质地好，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但是欧美品牌现在已经慢慢也都在赶超这一块，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雅诗兰黛的这个，它的质地其实如果是单纯的跟日系摆在一起，你并不会觉得说他们两国有什么差别，都是做得非常好的。虽然有效果，但是我还是不推荐这个美白精华，因为它的价位其实是蛮高的，可能这个价位能买2瓶日系能够出现效果的美白精华。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我要放弃日系买欧美的精华呢？就是因为我这几年的那个状态很不好，我觉得日本的美白精华更多的是在塑造透明感，而我不满足于透明感，因为我觉得我的肤色比原来年轻的时候暗了很多很多，所以说我才想要追求就是含有一些猛料配方的这种欧美系的这种美白精华，结果它出来的效果呢也是透亮，那么就还不如买日系了。月碧诗最后要说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小胖瓶的这个精华，别看它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包装啊，但其实它只有25毫升，而且呢它这个是玻璃瓶，所以它的这个设定其实在刚才介绍的这个一众月碧诗的产品里头更加符合贵妇的设定。当然它也是对得起它的这个包装的，因为这个精华呢它是晚上使用的一个抗衰老精华，挤出来就是比较流金的那个质地，我能够感觉到绩效，你的脸就有这种充盈跟发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精华给我的感觉很对得起贵妇的这个价位，然后与它对应的应该是那个小胖瓶，就是白天用小胖瓶，晚上用这个夜间的这个钻石精华。但是因为我觉得很贵，所以我就只买了这个，并没有搭配小胖瓶。我单单用这瓶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是如果我经费够的话，我是愿意回购这个4个里面的单品，我是最愿意回购这个钻石精华的。再从西班牙回到瑞士，因为提到抗老这条线，我想天花板大家都知道一定是瑞士的品牌。首先说一个比较国宝级的品牌，就是它的这个法尔曼。前面提到，其实我就是抗老迷思的那段时间呢，真的只对顶级线会比较感兴趣。当然那些特别贵的，比如说法尔曼的那个时光大师我是难下手的，但是像这个冰凝系列的话还是可以下手的，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美好的价格。然后我想说一下，冰凝系列真的非常适合油皮，涂几遍都能吸收，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同样的大干皮是会觉得不够润的，但是油皮真的绝子，怎么涂都 OK。如果你是油皮，你又很苦恼那些一众的贵妇抗老产品不够清爽的话，法尔曼是非常好的选择。然后法尔曼的话，所有打开都是3个月内你必须用完。你如果在买之前，你会觉得3个月用得完吗？但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啊。作为这个50毫升的面霜，它真的2个月就会用完的。就是它其实不像面霜，它更像比较薄透的乳液。我刚刚讲到，你用量很大，它都会吸收的很快，所以你倒不用担心这个3个月的问题。还有就是活性物嘛，谁都希望买的贵价产品是在它活性物比较好的时候用掉的，对不对？法尔曼的这个品牌，我觉得是为数不多可以买小样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买的它那个面霜的小样，因为真的没有区别，而且性价比会高非常多。我当时有买4支这种面霜的小样，一个是你带出去
很方便，因为你只要打开就必须在3个月内用完嘛。那真的有的人用的很慢，也是有的，所以有这样的东西其实很方便。你买4支的话它是15毫升吧，你买4支就是60毫升了嘛，比正货还多，但是会比正货便宜非常多，所以其实法尔曼是可以买小样的。如果你没有用过，你担心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入的话，你是可以买小样的。说一下它的眼霜吧，其实它的眼霜跟面霜区别不大，我觉得都是那种沁润的质地，然后有一定的滋润度，清爽度呢比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黑松露还要清爽，就是还要更加适合油皮。质地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舒服的，但是它的这个抗老性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得出来。据说瑞士的一众大牌里头，法尔曼是那种温吞型的，就是它会比较见效慢，你需要长期使用，但是长期使用的话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喜欢不停的尝试各种各样的品牌，因为这样会让你陷入一种好像我没有砸那么多钱在我脸上的一种幻象。在用过这组之后呢，我基本上就没有再买过法尔曼的东西了，因为我还是觉得很贵，然后又见效慢，不符合就是年轻人会比较着急的那种期盼感。中间我有买过这个助养面霜，也是当年风很大的一个产品啊。这个面霜特别不建议油皮买，第一个它是比较麻烦，就是你每天都是要放在冰箱里的，然后它每天会生出一点点那种细微的泡沫，你把那个泡沫用刷子刷到脸上。它是一个很娇贵的一个面霜，就是你在脸上使用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像你一样揉搓啊、按摩啊、提拉是不可以的，你就是把它轻轻的拍到脸上。所以呢，这个面霜其实是蛮油的，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很麻烦的。同样的价位，你可能能买到更加使用感舒适的产品。最后再折回来说一下眼精华吧。其实眼部精华想要有效的话，还是要看它里面的一些矿物质的成分，它可以更好的填补在那个细纹里头。而法尔曼的这个眼精华呢，它是具备这个效果的，还有 La Prairie 的铂金，以及瑞士的一些别的小众的一些品牌基本上都有这样，所以其实要看它的矿物成分来值得购买。像法尔曼这类的眼部精华其实还是比较贵，1个月不到就用完了，推荐经济预算比较高的人，你可以做这个考量。最后来说，这个百货公司抗老的天花板，也是瑞士的最受欢迎的瑞士品牌了吧？我觉得就是 La Prairie， 我就不把它全部拿出来，因为手上有点捧不下。其实这还只是一部分，不包括我在国内家里面之前用的 La Prairie。我觉得 La Prairie 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贵以及它营造出来的这种奢华感，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洗脑作用，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哇，有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确实 La Prairie 的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然后让我想到2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明星代言。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品牌呢，其实有用到香港的一个天后来代言，然后不仅一次被那个香港的媒体拍到，它其实是有大量购买 La Prairie 的。所以其实明星到底在用什么，真的不是小红书上讲的东西。这又扯到一个搞笑的话题。然后最早我用小红书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刘嘉玲分享，她就是说女明星真的没有在用便宜的东西啊，真的都是用的贵的。然后她真的介绍的都是贵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突然就觉得她这个人设很赞，然后我就关注了她。可是直到某一天，她突然发了日本的某个三无产品，然后我就取关她了。就是大家都会向利益低头。但是他开头是没有讲错的，女明星真的都是在用贵的呀。第二个就是现在其实美容圈有很多那种顶级大神的人物，他们都退圈了。据我所知，其实很多顶级大神他可能本质就是医生，甚至是整形医生，所以说他其实不需要在网上去写帖子，他也能挣很多的钱，所以他们慢慢的就退圈了嘛。因为现在的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然后我就有幸曾经跟一位这样的大神交流过，他是蛮看不上一般市面上当红的产品的，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都用过，那个时候刚好接档用 La Prairie， 我就说那我用这个可不可以？他就会说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他对那些浮夸华丽的贵牌，其实他有一点看不上，但是他既然没有嫌弃 La Prairie， 就说明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其实 La Prairie 的这个成分，你去网上查也查不出一个什么肽所以然，但是它也确实用到一些肽啊、果酸啊这些，就是现在也会在用的，所以你的皮肤能有变化、能变细，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就按照那个化妆品的使用顺序来介绍吧。先说2款水，一个是这个鱼子水，这个水我其实买过非常多瓶。同样的这个水，其实我觉得它也是适合油皮用的，因为凝露状，上脸之后有非常充盈的感觉，但是它吸收完之后，你的脸其实是干涩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是干皮来用的话，你并不会觉得有特别的水润，但是刚初期上脸你是有那种感觉。我看到我周围的朋友有那种敏感肌，从海蓝之谜换到赫莲娜，然后又换到它，其实我觉得就是受市场影响的。因为你挑的东西根本就不适合你，它没有不好用，但是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适合你。但是油皮用，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就是它的这个舒服感、绩效的这种透亮度都能够看得到。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它的包装啊，其实它虽然是玻璃瓶，其实 La Prairie 给人感觉特别的奢华，包括铂金啊，但其实它是会掉漆的。会磨损的，然后这个瓶子上它都是会掉漆的，所以很多人除非你自己买，不然你会好奇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但是这么贵的品牌，它其实就是包装并没有你想象的精致。怎么说呢，就是看起来很精致，但是你细看它的包装其实是有些许粗糙感的。铂金的这款呢就明显滋润很多，我不知道到底把它定位成水还是精华液或者是乳液，因为它上面写的是 lotion 嘛，但实际上的话它的这个滋润度是要比刚才的这个蓝鱼子要好很多的，但是它也不是那种特别滋润的，也是偏清爽挂的，只是它的存在感，就是上脸之后的存在感会强烈很多。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其实也比蓝鱼子要高级优雅很多，就是你觉得一闻就知道她是贵妇，而她是有钱的阿姨。但是 La Prairie 的魔力就在于，无论是哪一款，其实蓝鱼子是蛮标志的 La Prairie 的香味，就是你闻着闻着真的会大肆的洗脑。赫莲娜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洗脑你，但是 La Prairie 可以，你最后只会闻到金钱的味道。包括这罐其实已经空了很久，但是如果你现在把它打开，它还是一点都没有变质的那种非常非常环绕催眠式的那种香味，你就会觉得哇，好好闻，好金钱的味道。铂金系列的话，在细致纹理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强的。如果你很想要入，但是又苦于它的价格，尤其 La Prairie 几乎每年铂金都涨一次价，或者涨几次价，就只有这个水相对来说，我觉得价格算是稳定的。别的精华、眼霜、面霜升级之后，它的价格都越来越离谱了。这个就是铂金系列的这个精华啊，然后还有一个黄金的精华。其实黄金系列一直都比较冷门，但我一直都认为黄金的这个旧系列的精华是 La Prairie 精华里面最漂亮的。就是它真的是细节很好，这瓶盖用了非常久了，但是它的这个没有明显的掉漆，整个的这种璀璨度，我觉得黄金系列比起蓝鱼子它更加有种贵妇的感觉。但是很可惜，就是黄金系列真的是适合干皮、油皮最好不要碰。这个精华是液态黄金的感觉，非常的润，而且会让你皮肤很有光泽。所以如果你不是混干皮或者是干皮的话，不要买黄金系列。我不知道这个停产没有，因为它全系列都更新出了新的系列，也是非常的高级的那种，就是更加硬金属感的那种黄金的那个设计，会放一张图在这边。我有看到网上有人评价应该还是适合干皮的，所以不是干皮不要买黄金系列。然后就是铂金系列，其实铂金系列的话是干皮油皮都能用的，而且铂金系列也没有特别的润，包括它的面霜，所以同样会出现干皮觉得不够滋润的情况下。而且铂金系列有的时候还会有些许的搓泥。铂金的精华跟眼精华呢，都是在它没有升级之前入的，那个时候都会有很好的价格。现在即便有很好的价格，新版的铂金也很难入了，就是都是那种动不动就是4000、5000的那种价位，实在是比较难入手。因为这2瓶精华基本上都是在1个月就会用完的，然后这2瓶精华都有很强烈的上脸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铂金系列我觉得除了面霜使用感一般之外，眼霜跟眼精华还是会让人感觉很梦幻的，就是无论是它的光泽度、细腻度、紧致度都会有一定的改善。铂金系列其实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系列，
就是真的会有一种科技跟美容相结合的一个感觉。反倒它后来全系列都升级成这个红色之后，我觉得反而没有银白色好看。整组红其实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突兀感，就是如果只有这个精华跟那个夜间密集精华是红色的，其实会有一种点睛之笔，但是整组都是那个设计之后，反而有种好感，土豪感。白鱼子啊，刚才跳过了，直接说到铂金系列了。其实白鱼子系列比起这个蓝鱼子而言，更加适合油皮。就是本身蓝鱼子，我觉得油皮，因为它的面霜有针对油性混合性的肌肤，然后包括繁重力精华这些，其实油皮用都是觉得 OK 的，就是滋润度是卡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实际上白鱼子是非常非常的清爽跟轻薄的，所以它更加适合油性肌，但是在这个紧致感上，我觉得就不如蓝鱼子来的明显。同样，它的价位呢，其实也是比那个蓝鱼子要贵的。这个眼霜是已经停产掉的，这个眼霜原来非常具备性价比，La Prairie里面我最喜欢的，既水润，然后又有比较好的这个价格，然后它是那个20克的嘛。虽然这个 La Prairie 家的眼霜基本上都是20克的，但是如果说让我选择，就是一众从以前的冰晶系列到蓝鱼子的2款，到蓝鱼子的眼精华，以及到铂金系列，我觉得最适合入的还是白鱼子的。然后新版升级之后，它就没有很美好的价格了，价位也是偏高，所以新版升级之后我并没有用过。我觉得铂金的眼霜就是有点符合网络上大家对它的评价，就是质地其实不是特别的舒适，觉得有略干。但是呢，铂金的效果是在用完这一瓶之后能感觉到的，就是纹路会变些许的淡，不会特别明显，但是有变化。所以我觉得铂金系列整套入的话，在这个抗老方面还是蛮明显的。这个眼霜呢，也是和这个同系列一起入的，现在已经全部更新变成红色了。来说一下面霜，其实 La Prairie 的这个面霜里头，我最喜欢的是这款，我也觉得是最适合油皮的。这种按压设计呢，也比较的方便。然后同样做成这个设计呢，这个蓝鱼子系列有一款风泥也是做成这样子，我觉得会稍微油润一点，特别干冷的季节可以，就是针对油皮。然后蓝鱼子虽然有清爽的那款，但是我觉得使用感上还是它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负担。另外我想说，就是在紧致方面，我觉得是能够看到变化的，但是白鱼子其实有更加强调美白嘛，无论是它那个直接不用激活直接按压出来的那个美白精华，还是它的眼霜还有这个面霜，我觉得美白方面都不大行。如果你看到别人就是大肆的在说它美白很惊人，我觉得不要为那个而心动，因为不太明显，并不会让你变得肤色上很强烈的改变。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月碧诗一样，我觉得美白是一个很温吞很缓慢的过程，哪怕你用猛料。所以如果你想要细水长流，还是买日系的美白精华吧，就是 Pola 资生堂那些，毕竟人家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的，细水长流这么多年。然后就是你还是专注于它抗老的效果会更加好。最后来说一下面膜，就是我觉得这一众大牌的面膜里头，我用过的涂抹式面膜，我最喜欢的第一个是它，第二个是刚才的那个海蓝之谜的那一款。这个面膜真的紧致效果很明显，它明显到就是你当下用这个刷子刷完，你就感觉有种束紧的感觉，然后它上脸会有一种类似于圆形维 C 使用第一次的些的刺痛感，比圆形维 C 要弱很多，就是这种清凉又有一点点痛的感觉，好像就是在束紧你的皮肤。无论什么时候用，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非常非常的神奇。如果说贵妇面膜让我第一想买的话，我会想买它，因为刚才的那个蓝妹的话，它其实更加偏重于修复，带一点紧致感，所以我说泛红啊，然后炎症啊，那个红肿痘痘啊，去用它，我觉得会更加的好。但是 La Prairie 的这个呢，它就是紧致，很明显的这种紧致感。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面霜用啊，我看网上有这么介绍，但我觉得就是当面膜用效果会比较好，因为你用的量比较大嘛。又回到我之前讲的，护肤品是需要足量使用的。这几年呢，其实我已经比较迷恋抗衰老的这些小众实验室品牌，他们更加精
精准，或者更加容易出来明显的效果，但同样你如果没有用对，也会出现屏障受损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大牌是安全牌，就是你一样可以达到效果，然后你会更加有那种幸福感的话，那么奢华的大牌是可以做到的。这价位非常昂贵的大牌产品呢，我想是很多人在保养品路上最终会经过的一个必经路。所以呢，避免大家浪费钱呢，我就把我之前购买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产品拿出来讲一下，这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可以给你在购买大牌上做一点小小的参考。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看。